大家好，欢迎来到银铃智囊，我是周宇。不知道您在整理衣柜时，是否也翻出过那么一两件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衣服？一件曾经心爱的羊绒衫，或许是儿女的一份孝心，也可能是老友的一份情谊，穿着时满心欢喜，格外爱惜，可往往就是因为一次不经意的清洗，也许是用错了水温，或是随手放进了洗衣机，等到晾干时，您会发现它彻底变了样，缩得又小又紧，摸上去硬邦邦的，再也套不进去了。那份心疼与懊恼，我深深懂得。我就曾把女儿送的第一件羊绒衫洗缩了水，硬得像毡子，在柜底压成了心事。相信不少朋友也有过同样的懊恼。但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些缩了水的宝贝毛衣大多是可以救回来的，而且方法非常简单，几乎不需要额外花费，您只需要用到家里常见的一样东西，护发素。对，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护理头发，让它柔顺不打结的那瓶护发素。这个巧妙的方法能让毛衣的纤维重新恢复柔软和弹性。请您先别急着处理那些缩小的衣物，耐心看完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您就能掌握这个实用的复原秘诀，让尘封的旧爱重获新生，也让那份温暖的心意再次回到身边。也别忘了关注银铃智囊，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这样贴心、实用又省钱的生活智慧。我们进入正题，在动手教您具体怎么做之前呢，咱们得先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毛衣一洗就缩水？为什么纯棉的秋衣秋裤怎么洗好像都没大事，偏偏这羊毛、羊绒的就这么娇气，这么难伺候呢？把根子上的原因弄清楚了，咱们救它能救得明明白白，以后预防也更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其实啊，这和羊毛天生长的样子有关系。这羊毛说到底跟咱们人的头发是一类东西，都是动物的毛发。您要是能把一根羊毛纤维放到特别厉害的显微镜底下放大看，就会发现它表面可不是光滑的，上面覆盖着一层一层密密麻麻的细小鳞片，就跟鱼身上的鳞片似的，只不过是迷你版的。毛衣缩水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小小的鳞片，在平常干燥的时候，这些小鳞片是安安静静闭合着的，互相之间挺顺流，可一旦它们遇到了3个坏朋友，情况立马就变了。第一个坏朋友是高温，特别是热水；第二个是强碱，就是像咱们有些洗衣粉、肥皂那样碱性很强的洗涤剂；第三个是蛮力，比如洗衣机轰隆隆的强力摔打转动，或者咱们用手使劲的搓，用力的拧。这3个可以说是毛衣的3大克星。当羊毛纤维上的小鳞片碰上这3位，好吗？立刻就张牙舞爪的全张开了。您想象一下，一件毛衣有多少根毛线，一根毛线里有多少根羊毛纤维，每一根纤维上又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小鳞片，它们全都张开后，就像伸出了无数个小倒钩、小爪子，在水和外力的作用下，你勾住我，我缠住你，死死地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这个过程在专业上有个词叫粘化，就跟咱们做手工毛毡的原理是一样的。所有的纤维都这么紧密的纠缠，锁死在一块儿，整体长度就缩短了，结构也变得僵硬板结，不再蓬松柔软了。从外面一看，您的毛衣可不就变小了、变紧了吗？这就是毛衣缩水最根本、最完整的真相。所以您看，水温太高，洗涤剂用错了，洗的时候动作太粗暴，这3点就是让咱们心爱的毛衣遭殃的根本原因。很多老朋友习惯用热水烫衣服，觉得杀菌去污效果好，或者觉得哪里脏就对着那块地方拼命搓。这些方法洗洗抹布、擦擦粗布工作服还行，可用在羊毛、羊绒这类娇贵的动物纤维上，那可真就是一场灾难了。好了，现在我们弄明白了，毛衣缩水归根结底是纤维上的小鳞片张开后互相锁死了，那么我们要救它，思路也就清晰了。我们得想办法让这些紧紧勾连在一起的小家伙们重新松开手，让它们变得顺滑起来，别再纠缠不清。这个时候，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神器护发素就该正式闪亮登场了。您可能会问，护发素怎么就这么灵呢？
这道理其实一点就透。您想啊，护发素是干嘛用的？它就是专门用来安抚咱们头发上的毛鳞片，让它们平复下来，从而使头发顺滑、好梳理、不打结的。而羊毛，它本来就是动物的毛发啊，从本质上说，和咱们的头发是近亲，所以护发素里那些能让头发顺滑的成分，对羊毛纤维同样管用。它们就像是一种超级好用的润滑剂和柔顺剂，能慢慢渗透到纤维里头去，软化那些已经张牙舞爪的鳞片，温柔地抚平它们，劝它们重新乖乖地闭合起来。当这些小家伙们都被安抚好了，变得光滑了，彼此之间就有了可以活动的余地，不再死死勾着了，整个纤维网络就放松了，舒展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小心翼翼地把毛衣重新拉回到它原本应有的大小。这个方法，就连很多专业的洗衣店老师傅私下里都在用，是个非常经济又高效的好窍门。接下来我就掰开了揉碎了，一步一步教大家具体该怎么操作。您只要跟着我的步骤来，别着急，耐点心，成功率是非常高的。第一步，咱们先准备一盆温水，这里的关键词是温。您找一个家里干净的大盆，要能完全平放下您那件缩水毛衣的。然后呢，开始往盆里接水。这个水的温度是成功的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千万不能用热水，那等于是在已经缩水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会让鳞片纠缠得更死。也最好别用凉水，因为凉水温度低，护发素不容易化开，效果会打折扣。最理想的温度是在30度到40度之间。要是家里没有温度计，没关系，咱有更简单的法子，您用手腕内侧的皮肤去试一下水温，因为手腕那里的皮肤比较薄，感觉灵敏。您感觉这水是温温的，不烫手，甚至有点舒服的感觉，那就正合适。水要放够量，一定要能完全没过待会儿放进去的毛衣。记住咯，温温水，手腕是不烫不凉，刚刚好。第二步，在水里加入护发素，水准备好了，现在咱们往这盆温水里加护发素。这里的要点是用量要足，别舍不得，这可不是平时洗头发抹那么一点，您就想象是在给一件超级浓密又打结的头发做深层护理。大概呢，您需要按压泵头3-4下，或者从瓶子里挤出一大坨，具体看您毛衣的大小和缩水的严重程度。总的原则是，宁可稍微多放一点，也别放少了。护发素加进去之后，您得用手在盆里充分的搅拌，一定要搅拌到护发素完全融化在水里，看不见明显的白色或膏状物为止。您用手搅动一下，会感觉到整盆水都变得滑溜溜、润滋滋的。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一定是先把护发素在水里完全搅匀了，再放毛衣，可千万别图省事，直接把护发素挤在毛衣上，那样会造成局部浓度过高，其他地方又没照顾到，效果会很不均匀，直接影响最终的恢复。这一点千万要记牢。第三步，让毛衣静静地泡个澡。现在咱们可以把那件缩水变硬的毛衣轻轻的、非常温柔的放进这盆已经调配好的护发素水里。放的时候注意一下，让毛衣的每一个部分，袖子、前襟、后背、领口都能充分的进到水里，完全被包裹住。然后就到了最关键也最简单的一步，放着，别动它。对，您没听错，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泡着。一般情况下，浸泡15分钟到30分钟就足够了。如果您的毛衣缩得特别厉害，变得又小又硬，像个硬纸板，那可以适当延长点时间，泡上1个小时也行。在这个浸泡的过程中，我必须再三的、重点的强调，绝对不要去搓它、揉它、拧它，就让它彻底放松的泡着。咱们要做的就是给护发素足够的时间，让它里面那些有效的柔顺成分自己慢慢的、深深的渗透到每一根羊毛纤维的骨子里去开展说服工作，让那些已经锁死的小鳞片逐渐软化、松开。记住，耐心等待就是最好的帮助。第4步，温柔地压出水分。泡够时间之后，咱们把毛衣从水里捞出来，
这时候您用手摸一摸，应该能感觉到毛衣比之前软和了不少，不再是硬邦邦的了。注意，捞出来之后，千万不要像拧毛巾那样，双手用力去拧干它，这个动作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和破坏力，会让刚刚有点松动的纤维再次受伤，可能就前功尽弃了。正确的做法是，把毛衣稍微团拢一下，然后用您的双手手掌，像按压海绵一样，温柔的、均匀的把多余的水分压出来。咱们的目标是压掉大部分的水，但要有意的在毛衣上保留一点点那种护发素带来的滑润感。您摸上去觉得还是有点滑滑的，这就对了。这些残留的滑滑的护发素可是咱们下一步进行拉伸时最重要的保护绳和润滑剂。它能保证纤维在被我们拉伸的过程中顺顺当当的滑开，而不会因为干燥摩擦被我们拉断或者拉伤。所以再次强调，不要拧，只能温柔的压。第5步，最关键的一步，拉伸塑形。这一步最需要耐心和细心，也是决定毛衣能否恢复原样的核心环节。您需要准备一条干净的、吸水性好的大浴巾，把它平铺在桌子、茶几或者干净的地板上，然后把刚才压过水分的毛衣也平平整整地铺展在这条浴巾上。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唤醒这件毛衣的尺寸记忆了。您要顺着毛衣本身的织法和纹理，用您的手掌和手指分区域，一小块一小块地，均匀地向各个方向做轻柔的拉伸。比如说，先从一只袖子开始，一只手轻轻捏住袖口，另一只手顺着袖管慢慢往外拉，同时用手掌把拉开的部位抚平，然后是衣身部分，先轻轻向下拉长，再向两侧拉宽，领口、下摆都如此操作。记住，力道一定要温柔。咱们是在用一种温和的劝导式的方法，帮助它舒展开来，绝不是用蛮力把它硬扯开。如果您用力过猛，很可能衣服是变大了，但版型会变得很奇怪，袖子一边长一边短，或者身子走了样。如果您心里没谱，不知道具体要拉到多大尺寸合适，我这里有个好办法，找一件您平时穿着最合身的同季节的没缩过水的毛衣或者针织衫，放在旁边作为参照物，您就一边拉伸，一边和那件好衣服比对着来，长度、宽度、袖长都照着那个尺寸去调整。这一步急不得，您得慢工出细活，慢慢来，一点点地调整到理想的状态。第6步，最后的平铺定型。当您把毛衣拉伸到满意的尺寸和形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它固定下来，让它彻底干透成型。把铺着毛衣的那条浴巾像卷画轴或者卷寿司一样，从一头开始，轻轻地、松松地卷起来。卷好之后，用手在整个卷上稍微按压几下，让浴巾再吸走一些毛衣里的潮气，然后把这个卷打开。您可能需要再换一条完全干爽的浴巾，重新把毛衣非常平整地铺在新浴巾上。这时候一定要耐心整理，袖子放直，领口弄正，衣身铺平，确保它完全保持在你刚刚拉伸好的那个完美的形态里。最后，把这整片毛衣浴巾组合放到一个通风、阴凉、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让它自然阴干。这里有一个铁的纪律必须遵守，绝对不可以用衣架把湿毛衣挂起来晾晒，因为毛衣吸饱了水之后会变得非常沉，一旦挂起来，水的重量会像坠子一样把整件衣服往下拽，结果很可能就是衣服确实被拉长了，但是下摆变得特别长，肩膀和领口却变形了，整体比例完全失调，变成一件没法穿的怪衣服。所以平铺阴干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让它在一种轻松无压力的状态下慢慢干透，形状就固定住了。等它完全干透之后，您再拿起来，我相信您一定会收获一份惊喜。那件原本已经报废的缩水毛衣，不仅尺寸恢复如初，而且因为护发素的滋养，摸上去的手感可能比原来还要更加柔软，更加顺滑呢。讲到这儿，可能有些老朋友会问了，小周啊，要是我家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护发素，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临时顶替一下呢？
网上确实也流传着一些其他的土方法，比如用衣物柔顺剂，或者用小苏打加白醋。咱们也简单说说，帮您分析分析衣物柔顺剂。它的工作原理和护发素比较接近，也是起到柔软纤维、减少静电的作用，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用的，效果也还行。但比较起来，护发素是专门为毛发这类角质蛋白设计的柔顺产品，它的针对性可能更强，里面的成分对毛鳞片的抚平效果或许更直接一些。至于小苏打呢，它是弱碱性的。咱们前面刚讲过，碱性环境正是刺激毛鳞片张开的元凶之一，所以用它的逻辑上感觉有点矛盾。万一操作不好，浓度或时间没掌握对，反而可能有风险。而白醋，它是酸性的，酸性环境确实有助于让毛鳞片闭合，但它更多的是用来在洗涤的最后一步，中和掉之前可能残留的碱性洗涤剂。对于已经纠缠在一起、粘化了的纤维，单靠它的松解力量可能比较有限。所以综合比较下来，我还是最推荐您使用护发素。第一，它太常见了，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随手就能拿到。第二，成本极低，用几块钱的护发素就有可能救回一件价值几百甚至上千元的衣物，这个买卖太划算了。第三，它的成分设计本来就是对付毛鳞片的，温和又高效，可以说是专业对口。当然了，虽然咱们学会了这招后悔药，能把缩水的衣服救回来，但老话说得好，治标不如治本，最好的情况还是咱们在平常的洗涤保养上就多加注意，从根本上避免缩水这件事的发生。下面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预防毛衣缩水的黄金守则，您只要平时洗衣服的时候多留这么一份心，您的宝贝毛衣就能陪伴您更久的时间。第一守则，洗前先看说明书，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和说明书，就是缝在领口、侧缝或者腰头那里的洗涤标签。很多人买了新衣服，随手就剪了，或者从来不看，这个习惯可不好。洗涤之前，花10秒钟看一眼标签上的图案，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您这件衣服是什么材质，比如羊毛、羊绒、棉、化纤，能不能用水洗，水温最高多少，能不能用洗衣机搅，能不能用烘干机，能不能熨烫，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衣服最基本的尊重和了解。第二守则，冷水才是好朋友。请您记住一个原则，洗毛衣永远首选冷水，这里的冷水不是指冰水，就是咱们自来水管的常温水或者室温下的水，温度一般在30度以下。用冷水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刺激毛鳞片张开，从源头上杜绝缩水的风险。第三守则，选对沐浴露，别再拿那些碱性很强的洗衣粉、肥皂块来洗您的羊毛、羊绒制品了。您去超市买洗涤剂的时候，留意一下，有专门标注丝毛净、羊毛、羊绒专用洗涤剂的，或者选择成分标明为中性的洗衣液。这些产品的配方非常温和，不会破坏动物纤维的天然结构。第四守则，手法要像做按摩，如果是手洗，那手法就特别有讲究。正确的做法是把衣服完全浸泡在已经兑好的洗涤液里，然后用手轻柔地按压，拎起，再按压，像是在给衣服做全身放松按摩一样。领口、袖口这些容易脏的地方，可以稍微多按几下，绝对不要像洗抹布或者搓床单那样，双手抓住一个地方来回大力揉搓，更不要拧麻花一样去拧搅它。第五守则，脱水和晾晒是临门一脚，洗完之后怎么处理和怎么洗同样关键。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参照咱们前面教过的修复步骤里的方法，用干浴巾吸干水分，然后平铺在通风处阴干。如果您实在想用洗衣机来脱水，以求更快干爽，那请您务必做到2点。第一，一定要把毛衣平整地折叠好，装进专用的细网洗衣袋里，给它一个保护层。第二，脱水时间绝对不能长，控制在30秒以内，速战速决，减少高速旋转带来的摩擦和拉扯。咱们把这几点总结成一个好记的口诀，方便您随时想起来。
洗前看标签，水温要用凉，选剂要中性，手法像按摩，平铺来晾干，把这5句箴言养成习惯，您的毛衣、羊绒衫这些娇贵的衣物就再也不会跟您闹脾气，缩水变小了。好了，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就是一件事，怎么用一盆温水加上家家都有的护发素，通过泡、压、拉、铺这几个简单的步骤，把缩水的毛衣给救回来。这个方法不仅省钱，更是把咱们惜物爱物的老传统给发扬光大了。生活中很多看似棘手的小麻烦，就像这个毛衣缩水，其实只要我们肯动动脑筋，用对方法，就能迎刃而解。这既帮咱们省下了不必要的开销，也让一件承载着情感和回忆的好东西避免了被丢弃的命运，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智慧和生活态度。别再让那些因为一次无心之失而缩水的毛衣永远寂寞地躺在衣柜角落里了，给它一次重生的机会，也给您自己一份失而复得的喜悦。您学会了吗？不妨今天就行动起来，去衣柜里找找看，有没有那样一件让您牵挂的缩小版毛衣，用咱们今天学到的方法，亲手让它恢复原样吧。如果您觉得今天周宇分享的这个方法确实有用，确实说到了您心坎里，请您一定在评论区给我留个言，告诉我您的感受，或者分享一下您曾经的故事。也请您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把它转发给您身边的老姐妹、老哥们，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这个实用的小窍门。我是周宇，这里是咱们中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智慧库——银铃智囊。下期节目咱们再见。